Hello， 大家好，这里是 Mona。那么本次带来了我比较喜欢的成品精良的环节了。那么这次是罗莎计划系列第2代青花黑鸢尾。那么这个罗莎计划的话是有成品也有拼装，比如上一款罗刹飞狐就是成品，而下一款要出的星花百合就是一个拼装。那么黑鸢尾就是属于成品精良的范围了，所以说它的所有配件包括本体都是用稀疏包装包裹住的，所有的配件都是直接包裹好，取出来组装好就可以直接玩了。当然肯定有人说我就是想要拼装，所以说合成制造也是专门为你留了一点地台的拼装，也就是地台支架是需要拼装的。而说明书部分的话也是分为了2种，一个是地台的说明书，也就是拼装说明，然后还有一个的话就是成品的，就是鸢尾的一个玩法介绍。2者的话都是折页式的。那么黑鸢尾的话作为一个刺客，所以说穿的比较清凉也是合情合理的嘛。那么除开身体以外，它的4肢全部都是采用的机械元素，所以说机娘的机这个元素包含的还是蛮多的。而这款大小的话是1:10，我们这边可以拿一个兽屋的小机娘来对比一下整体的高度，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么接下来咱们来看一下它的头，整个面雕最吸睛的应该就是这个舌头了，这个舌头跟眼睛上面都是有一层光油的，舌头是单独的分件。头发这边的话，底下也是用了一个软胶的设置，同时头发的颜色也是采用了一个渐变的颜色。而这次头部的替换是采用了一个磁吸的方法，所以说替换的时候是十分方便的，往上一放就可以了。那么如果你要更换面雕，就将这个前发拆下，里面的话面雕也是采用了可动眼的设置，你可以直接用这个调节棒来进行调节。有了可动眼之后，你摆 pose 的时候调整眼睛，观感会更好。同时其他的面雕也给大家展示一下，每个面雕都是可动眼的设置，同时眼睛上面的这个肌肤涂装以及这个眼影的涂装都是很不错的。而除开一开始的那个普通头的造型，这边还有一个戴着头盔的一个面罩头的样子。而面罩头的这个面雕替换的话，需要先将上面这个装甲取下，然后再将前发这边直接将其拔出之后就可以直接替换面雕了。而武装头替换也是直接磁吸上去就可以了，比较方便。如果你不喜欢武装头这个把脸遮住，也可以采用这个替换键替换一下前发，直接露出这个脸也是可以的。接着咱们将视角放到胸口这个位置，胸口这边的话也是有一个磁吸，可以直接磁吸上一个胸甲，这个胸甲可以给这个胸部提供一些防御，当然概念意义上的防御啊。当然每个人的叉 P 是不一样的，有些人喜欢大，有些人喜欢小，所以说它提供了一个小的这个替换键啊。我们这边也是胸口也是采用了磁吸的方式，然后我们可以直接将这个小的直接磁吸上去，同时还能磁吸上一个透明的胸甲，这样大的小的都有，大家可以自行选择，满足不同人的需求。而这鸢尾的背后有2个接口，这个接口是用来装背包配件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聊一下它的配件。那么首先武器配件的话，有一把这个大刀，大刀的话可以直接安装一个这个刀柄，直接安装在这个尾端的孔洞里面，就可以直接握持了。同时还有一个连接键，可以将2把大刀合在一起。不过2个大刀在安装的时候建议是这样反着装，正着装的话，这个2个黑色尖刺会碰到一起造成划痕。接着还有一个铁丝，铁丝尾端是一个刀刃整个铁丝可以凹造型。安装的话是直接连接在这个背包尾部就可以了。背包上方这2侧的这个机翼也是可以进行旋转活动的，底下这个铁丝可以随意的凹造型，直接安装在这个屁股上面的这个孔洞上就可以了。当你这样子摆好一个 pose 的时候，这个铁丝调整一下角度就十分好看了。4根长长的铁丝安装在背后，其实就有点像鸢尾的花蕊了。它的设计理念也就是鸢尾的花蕊，这样子随意的摆动，随风飘扬。武器配件还有这样子一个小的2边的双头刃这个刃的话是可以直接取下的，取下之后也是可以更换这个前面花蕊上面的这个大刀刃的，可以直接替换安装上去。同时还提供了一个武装手型，手型上是别着4根杆子，这个杆子的话是可以连接这个刀刃的，大刀刃小刀刃都可以连接，还是比较帅的。那么除开前面的那一款背包以外，这边还有一个有机械臂的背包，2边的机械臂都可以进行多段的调节。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机械臂头端的这边手臂这边也是可以进行一个武器的握持。而另一个背包类型的话就像一个推进器一样了，2边都有一个球关插孔这个插孔可以用来连接那个翅膀，也就是花瓣，就是这个花瓣。花瓣整体为一个透明件，这个透明件比较沾指纹建议是把玩的时候戴手套或者及时的擦干净。花瓣的每一片花瓣都是可以进行角度调节的，同时这个装位也可以对应3个背包的上面的孔洞，包括底下这个花蕊的这个背包都是可以连接的。
安装在这个背包上面的效果就是这样子了。整体看，其实你可以理解为它是一个翅膀，但实际上它其实造型是源自于鸢尾的花瓣，花瓣上面采用了一个点点的斑点状的一个遗印，整体颜色也是对应着本体，也就对应着它的名字，呈现了一个暗紫色。而将花瓣进行一定的角度调节之后，那整体的观感就非常像一个翅膀了。那么这个翅膀张开的样子啊，特别像一个蝴蝶。那么刚巧不巧啊，就是鸢尾这个花，它也有一个蓝蝴蝶的称号，因为它那个花开的时候，整个花瓣特别像一个飞舞的蝴蝶。那么这点的话，也是对应了咱们这个的设计理念。而手型这次给了一堆，也是可能知道老传统了，各种角度的手型都有。握持武器的手型也是直接连接在这个握持的握柄上的。那么简单分类一下，大大小小一共11个手型。而手型连接键的话，这次有给一个这种拼装样式的，同时还有给一个拼装好的一个 POM 样式的，可以自行选择。因为这次采用的是双段的关节，所以说头部的弯曲是特别大的，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幅度很大啊。手臂肩膀处可以向前伸一段距离，可以向前倾。同时，整个手臂360度旋转以及弯曲的曲走幅度都很不错，平台幅度约80度左右。而它的弯腰主要依靠上半身这一块，所以说整个弯腰幅度并不算很大，但是也算够用。而腿部前后踢的幅度的话，就会稍微偏小了一点。接着有意思的来了，大家可以看这个金色的部件是可以往里缩的，所以说在腿部弯曲的时候是会进行一个避让的，让它这个腿部的弯曲幅度会更大。最新奇的玩法，腿部这边有个按钮，一摁这个刀刃就会直接弹出来。再摁回去，一摁它就会弹出来，这个设计是特别好玩的。当然，这个刀刃你也不用手动复原啊，直接将腿伸直，它自己就复原了，这点设计的很不错啊。而这个腿的设计机械感也是很足的，透明件里面还带了内购。同时啊，它这个大腿这个透明件还有点像它之前的那个美杜莎，这种透明件再加内购的这个设计，确实是很性感。而这次的支架特别有意思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它这个是又采用了螺丝固定的，所以说紧实度很高，并且在这个支架底部采用了弹簧锁定的这个机制，只要一摁就可以进行解锁，不摁的话就是可以固定的。而支架的这个杆身也是金属的，所以说整个牢固度是特别不错的，并且在支架背面还留有了收纳的这些位置，都可以收纳这些支架的配件。同时啊，在这个说明书上面都有详细的介绍这些配件的使用方法。那么这些配件目前是没什么使用的，估计是为后续的产品来进行一个铺垫。好的，那最后咱们就来做一个简单的小总结。这款黑鸢尾的预定价格是299元，而第一弹的飞狐预定价格是288元，也就是比飞狐贵了大概10几块钱的样子。但是总体的配件量以及里面的玩法都是比第一弹要多出很多的，总体的性价比又高上去了。那么这次确实是新增了更多的玩法。磁吸的头部替换、可动眼、磁吸的胸甲、磁吸的胸部替换，包括腿部的这个弹出机制，保安起来、摆 pose、放跪都是还是比较不错的。那么唯一比较遗憾的就是没有给一个替换的这个人形的腿啊，如果有一个这个替换腿的话，我感觉它的把玩性会更高。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制作视频不易，希望大家多多3连，咱们下期再见。